哎，你在这儿傻站着干嘛？杰离，这是我刚做好，可以安神养伤的香囊。你去送吧。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哎，小兰花，小兰花。 杰离说：“你想静静，本座便陪你。”大木头，你不该救我。本座行事，无需你指点。我希望先战神可以成功力竭飞升，也不忍看见将士被永封玄虚之境，与自己的亲人生死不能相见。 可是这2件事情都因为我失败了，而且我还害你受伤。歃血问情是本座的决定，你无需为此内疚，而且本座永远不会后悔当时救你。解放越族将士，定有别的办法。 但茫茫3界，却不能找到第2个。又胆小，又爱哭，喜欢多管闲事，给本座惹一堆麻烦，却又关心本座，照顾本座，让本座甘愿为他重生七情树，陪他哭，陪他笑的小兰花。 在本座眼里，你从来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草，你也根本不是什么小草。小兰花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身份？小兰花，长恒仙君。 你来做什么？自然是带走小兰花。只管试试。若敢阻拦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停！你们能不能先把剑放下？ 带走小兰花之前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这样的残缺元神，我好像在海市化魂墟见过。本座明明已经毁了化魂庭，为何他们还是回不到忘川？这些逝者生前惨遭折磨，致使元神残缺迷失，不能回归归墟之境，只能在忘川终日徘徊。 不能安息，我越族子民岂容如此折辱？我仙族将士阴魂，应得到死后的安宁。
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安抚、净化这些元神。这是石灵超。我师父跟我说过，这是上古时期第一任西山神女谱写的曲子，有疗愈生灵、净化元神之能。东君和炎女曾共同合奏，祭祀天地。但是千万年来，虽然这本曲子流传三界，却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它。你是月族最高的至尊，你是仙界战神，你们两个是两族里面法力最强的人。若你们两个可以联手，一定可以驾驭得了他。正有此意。本座允了。秦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练了这么久，应该累了吧？喝口水休息一下。辨琴音可知心神，仙君方才的弹奏，琴音虚浮无力，正如水云天那些伪君子般，养尊处优已久，不堪大用；见真章使，不堪一击。月尊此言差矣，石灵超乃疗愈祭祀之曲，月尊琴音杂乱无章，野蛮粗鄙；而习乐如练兵，不可操之过切。若急于冒进，定会停滞不前。这两人哪是练琴啊，分明是借琴谈兵。二位不要这么严肃嘛，之前不都已经做了朋友吗？还在路程结拜了兄弟。人人间之事间之事岂怎能作数？能作数？你们两人还挺有默契。琴声无法相和，或许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彼此。仙月两族本就对立，只是一时合作，谈何理解？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月族也并非仙界传闻那般残忍嗜杀，相反，因为常年战乱，他们也很渴望安宁。而且当初也是月族始祖炎女被重华所缚，方才够了率。月族不需要任何人辩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月尊大人，你曾说过，你七情恢复之后推己及人，更不愿你的族人如你那般承受与亲人分离之苦。如果仙月两别，可以放下成见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不就全了你的心愿吗？月尊岂会因为你两句话而改变？
你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长衡仙君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来也不是真心要与本座合作吧？不行，他们如此话不投机，再继续下去恐怕没法收场了。月尊大人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你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能浪费心神，不如今日先行休息，明日再练。不必了。仙月之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，但你我今日可先分个胜负。甚好，亦有此意。够了！你一个月族至尊，仙界战神，怎么一点气度都没有？拜见尊上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启禀尊上，我等在祭祀。祭祀？这3万年来，战乱不断。每年的此时，我们都会在忘川边祭祀死去的丈夫、兄弟、儿子，放灯祈福。这些你有？为什么没有面容？因为他们离开太久，我们都记不清他们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元神在何方，有没有回到忘川地歇息。尊上，我上次跟你说过的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，本座一定做到，把玄虚之境的10万将士带回来。